200斤的女人和200斤的猪比赛跑步，到底谁更胜一筹？只见女人撸起袖子就冲了出去。虽然女人有点胖，跑起来却丝毫不落下风。不知道追了多久，猪都累了，她还脸不红气不粗。好机会，让你跑，你还跑得过老娘不成？绳子，拿绳子来！没有人递绳子，甚至没有人回应。他明明感觉到周围有人，却陷入了诡异的沉默。陆启娘抬头，目光茫然地环顾四周，发现以他为中心，周围围了一圈人。哦，不是，他不是中心，中心是他面前的大铁笼子，笼子里坐着个男人，脸上带着斑斑血迹，目光冷漠，正和周围的人一起看着他。但稍后才有人笑了一声，随后周围人都开始欢笑起来。笑什么笑？没见过人抓猪吗？真是头发长见识短，哼！身后买怕猪的小贩挑着扁担气喘吁吁的追来，把绳子递给他。原来这猪是女人一大早挑出来卖的，却不知为何挣脱绳子跑了出来。为了跟收猪的小贩打好关系，他只能亲自去把猪带回来。这次要看好了，猪再跑了，你可别找我了。哦，那个契娘啊，要不你帮忙把这猪挑过去？你看我也弄不动，还得喊人来。行吧。想到以后还得长久做生意，陆庆娘爽快答应下来，然后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中，把那头大肥猪硬塞进偌大的筐子里。你去那边坐着。快走快走！这是朝廷重犯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重犯有我重吗？蠢妇，这里关着的乃是前破虏将军萧燕，也是皇上亲自过问的要犯。啥？要饭？皇上让破虏将军要饭，奉旨要饭啊！我要不要随2个包子？滚滚滚！乡下妇人，她对皇上不敬，现在被皇上发卖为奴呢。发卖这个词让陆庆娘浑身一哆嗦，连忙往后退了2步，看向萧燕的目光充满了同情。她又捏了捏自己那点银子，自自言自语：我买不起。你买得起就敢买吗？皇上敢卖，我怎么不敢买？要不你给我银子，看我敢不敢买？5两银子你都买不起。官差首领对着被冻得通红的手哈了几口热气。也是熬够了，寒冬腊月的，我们都在这里守了10几日了，硬没有人敢买萧燕，真希望来个人把他买走，赶紧回去交差。买不起，嘻嘻，好在我就4两半银子。买得起你就买嘛。买不起就是买不起，可不是我不想买哈，是真买不起。你快点，我们赶紧走，要不我可不管你了。好，小贩赶紧跳进筐子里，然后陆庆娘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调整了一下扁担，把人和猪一起挑走了。这妇人倒是一把子好力气。众人纷纷夸赞，官差们也议论起来。只有铁笼子里的萧燕目光冷漠，又闭上了眼睛。陆庆娘把猪送回去，挑着扁担就往家走。她边走边自言自语道：可不是我忘恩负义，是我银子不够哈，别人有钱烧的慌，我又没钱，买个大男人做什么？可是走着走着，她脑海之中忍不住浮现出萧燕身上单薄带血的衣衫，到底狠不下心。贼老天，这个你是不想让我过了吗？他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开始飘雪，又把手伸进衣领之中，用力一拽，红绳断开，张开掌心，里面是一枚圆滚滚的银葫芦。正好半两银子重，得了他15两银子，现在还回去5两也不亏。怎么回来了？是凑够银子了？陆庆娘狠狠心，把凑在一起的银子递过去。够了。你买人做什么？回家配种。官差想起他刚才压在猪身上的神勇，喉结动了动。人给猪配种。我想生个儿子，不行吗？我是个寡妇，没儿子，想过继又没有，想买不起。一想起死后没人给我摔盆，我这心就哇凉的。5两银子买不起儿子，却能买个破虏将军，你说这多划算？这个泼辣的女人可真敢说啊！官差看看他，再看看虽然一身伤，但是难掩俊秀的萧燕，眼中都露出些同情之色。可怜一柄寒芒长枪，破魂追命，立下不世之功的破虏将军，最后会落到如此下场。哈，可真俊啊！他好用吧？别回头生不出儿子，5两银子打了水漂，那还能退吗？这是卖身契，银货2契，概不退话。说完，他拿出钥匙打开铁笼子的门，然后又是萧燕把手脚之上的镣铐打开。还不快过来，把人带走！你倒是下来啊！我花了5两银子买你的呢，可别是买了个诅咒。他动不了。啥意思？可不能卖个残废给我吧？那我不要哈。手脚残废，不过不影响你生儿子，只要你小心些，别把人压死。都说便宜没好货，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。陆启娘嘟嘟囔囔上前弯腰探身进笼子里，直接把萧燕抱起来，轻得像一片树叶子似的。我看够呛能生儿子，倒要当个爹养着。陆庆娘生气了，把人扔进筐里，又回来舔着脸和官差商量退点银子。这是官家的生意，谁跟你讨价还价？
但是想了想，还是从袖子里掏了几个钱出来。兄弟们都凑点，咱们也能回去交差了。这倒也是。众官差最后凑了50几个钱给了陆七娘。陆七娘没想到还真能见到回头钱，对着众人点头哈腰道：哈哈，谢谢给魏老爷。等明您生了儿子，我给各位送红鸡蛋去。陆七娘收好银子，从路边找了块大石头压住了另一边竹筐，这才挑起筐子离开。我买了个相公的，过几日办喜宴，各位一定来捧场。萧燕坐在筐子里，闻着筐里的猪粪味，神情麻木。雪花渐大，一片一片飘落，筐子也和地面一样，渐渐白了，盖住了原来的肮脏。希望这条回家的路再长一点，再长一点，让我好好想想，回去后该怎么交代啊！可是路再长也有尽头，看到3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门口翘首以盼，陆七娘不自觉地握紧了扁担，努力挤出个笑意。啊哈哈哈！大丫、二丫、三丫，娘回来了。家里明明只有4口人，却每天都要煮5碗饭。这一女人已经20多了，还没有一个儿子，便想着将家里卖猪的钱拿去买一个男人回来配种，妄想有朝一日能怀个大胖小子。娘，您的猪没卖出去吗？不是，贩猪怎么变成犯人了？我给你们带了个爹回来，快过来喊爹。娘，您在做什么？卖猪的钱呢？您不是答应过年给我做新衣裳的吗？咱们回家再说，别让人看笑话。三丫呆呆的看看吵闹的二姐，又看看陆七娘筐子里的萧燕，一脸茫然。路过的众人则是指指点点，问东问西。陆七娘喜气洋洋地对众人道：过几日我请客，别忘了来喝杯水酒。当着所有人的目光，她把人抬进了家里。大丫连忙关上门，挡住了外面那些探究的目光。娘，您说过不嫁人的，我不可能喊他爹。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突然就……他是破虏将军萧燕，现在落了难，身价银子5两，我浑身上下恰好就有5两，你说我救不救他？他又当不当得起你们一声爹？为什么是5两啊？哪怕再多半两也好啊，这样我就可以安慰自己，不是我不想救，而是我无能为力了。哎，这个年怎么过啊？3个女孩子都愣住了，大丫最先跪下，恭恭敬敬地给萧燕磕了个头，虽然有些难以启齿，却还是艰难开口：多谢您的活命之恩，但是我喊不出来。性格最掐尖的二丫跺跺脚，虽不情不愿，却也到底磕了头。那银子本来就是该给我们的，娘，我不喊。爹，娘说爹去了很远的地方，我还以为爹死了呢，原来爹还活着啊。你聋了是不是？这不是我们的爹，这是娘买来的。什么买来的？既然进了我们家的门，不管你们喊不喊，他都是你们的爹。萧燕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原本已经决意以死相争，结果非但没有死成，还成了一个寡妇的男人，而且还成了3个女孩子的爹。我这天煞孤星，底下有妻有女，老天对我真是不薄啊。大丫，你去做饭，做红薯粥，少放点米，那点米得留着过年吃。二丫，你去烧水，一会儿我给他洗个澡，臭死了。三丫，你就去看看做席面的赵嫂子在不在，在家的话就说我找她。听到娘亲的吩咐，3个女儿心思各异地跑出去了。等他们走远后，陆七娘才缓缓开口说道：我叫陆七娘，我那个短命的相公姓张，在西北打仗的时候没了，现在已经是第9年了，唉，尸骨无存，朝廷1文钱的补偿也没有。后来你走马上任，领兵去了西北，才帮我们这些没找到尸骨的将士争取到了抚恤金，而我也拿到了15两银子。陆七娘说起那些经年旧事，脸上并无波澜，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。没人愿意把儿子过继给我，我就拿着银子去买儿子，结果男孩要15两银子，女孩3两，我花6两买了2个，就是大丫二丫，三丫是刚出生就被遗弃，放在我家门口的，我心里不落忍，也留了下来。萧燕如何能想到，万千将士之中有一个人的妻子在几年之后会救他？往前算起来，没有你主持公道，帮我争取回来15两银子，就没有他们3个和我的缘分，所以你不用害怕，我琢磨着你总有亲人朋友，等过了这段时间，会有人来帮你吧？没有。啊，你这人咋混的？那岂不是砸在我手上了？天啊，以后怎么过啊？我还得多养一个人。算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那你就暂时住下。不过我这个人脾气不好，丑话要说在前头，在这个家里我说了算。还有我的3个女儿，你若是敢对她们动心思，我就阉了你。这话实在是太过羞辱人了。他这是把我当禽兽了吗？萧燕嘴唇翕动，想分辨什么，但是却最终没出声。娘，水烧好了。好，我来了。陆七娘拿了个大木盆进来，倒了大半盆兑好的温水，然后将水提到萧燕跟前，伸手帮她脱掉衣裳。萧燕想要推开她，但是手却绵软无力。
果然是打过仗的，这么多伤，不是你这都没死，这是挨了当兄一剑吗？萧燕闭着眼睛，内心早已把自己当成行尸走肉，否则如何能忍耐这寡妇的粗鲁？啊哈哈哈！我从前在镇上澡堂子给人搓澡，搓一个3文钱呢。除了隐私部位自动避开，萧燕的四肢躯体都被他搓得泛红。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就是个物件，像过年前那些仆妇用水洗刷的旧物件。大丫做好了饭，放了炕桌，给萧燕盛了一碗红薯粥，另外还有个小碟子里放着切开的咸鸭蛋。随着往屋里喊了一声娘，2鸭3鸭，吃饭了。这红薯粥难喝，吃进嘴里一点味都没有。你想吃咸鸭蛋直说，我可没说，娘别诱人。在州府的时候，什么好东西没吃过？娘，我也没说想念州府，那州府吃的就是比咱们吃的好。以后我长大了，嫁个大官儿，让您和姐姐妹妹天天过那种好日子，比州府还要好。你赶紧闭嘴吃饭，丫头片子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还嫁大官？大官眼瞎啊？是能看上咱们家这3间破房子，还是能看上你这黄毛丫头？您别看不起人，您就等着享我的福吧。你少让我操点心就行，别天天溜肩耍滑。二妹今日做了很多活，幸亏有她在，是不是？二妹，三丫一直好奇地看着萧燕，不时喊一声爹爹爹爹爹，哈哈哈哈哈！都闭嘴吃饭！陆启娘心烦意乱，不想听3个女儿吵架，嘴里骂道：那赵嫂子真不是个好东西。娘，您和赵嫂子嘀咕什么了？我看你俩都不太高兴。我和他赊账，让他先给我做席面，等收了份子钱再还他。他不肯，难道我就那么没信誉吗？还能赖他是捉份子钱不成？呸！我看他就不是个好东西。之前咱们在州府当差，拿4份月银的时候，回家他还主动给我1糖吃呢。这是真当我们是被撵回来的，狗眼看人低了。萧燕默默喝着粥，听着母女对话，拼凑出来一些背景。原来母女4人是在某个州府当差，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，最近又归家了。白瞎了我随出去的份子钱，本来还指望借着我成亲收回来呢。娘也不见得能收回来，拿20个鸡蛋，一家来4、5口子吃饭，最后可能还得10本，所以不办也就算了。今日都腊月初10了，收猪的本钱也没了，这个年怎么过？怎么都能过，反正我只要一身新衣裳就行。完了，还惦记着呢，我该怎么和二丫说？新衣裳是没了呢？女人宁愿花5两银子买一个半身不遂的男人回家，却不舍得花2个铜板给女儿买一身新衣服。啊哈哈，那个，咱们从州府不是还带了好多衣裳回家吗？娘，您不会不想给我做新衣裳了吧？这不是没钱了吗？原来女人不是不舍得给女儿买新衣服，而是买男人的5两银子，已经是女人最后的家当了。钱呢？惹，炕上坐着呢。不是，您真的只剩下那么多银子了，就没残着？真没了，但是娘答应你，娘赚到钱立刻给你补上。娘一身力气，怎么都能赚到钱哈。娘，我去看看二妹。别去，故意哭给我们听的，你去了也落不到好。说完，屋里的哭声似乎低了一些。行了，都别吵了。哎呦，我头怎么这么晕？娘，3个女儿顾不上吵架，连二丫都回来，一起过来扶着她。娘，是不是今日累着了？我看是被二姐气的。你胡说！娘，您怎么样了？明日我就去找胡神医给您再看看。没事，就是有点晕。你放心，娘答应你的，你一定作数。就是过年前攒不到，年后娘也一定不给你。您手头真没钱了，都花去买那个人了吗？娘，您怎么这么傻？哈，娘不傻，能有我们3个吗？你看你又把娘气成这样，二姐不乖，二姐最坏。张三呀，你要打架是不是？我才不怕你呢！爹，你看我咬他。救命啊！萧燕坐在炕上，看着4个女人的战争，目光中有些茫然。她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。敬长不信母亲女孝，姐妹相亲嘛。行了，都别吵了，让娘好好休息吧。娘您，她看了看大炕，那是陆七娘平时休息的地方，现在鸠占鹊巢了。我和大丫睡吧。娘，您打呼噜，大姐睡不着，您和爹不住一个屋吗？别人家的爹娘都是要睡在一处的。不灵，我就和大丫睡吧。娘，我就知道您找了个假爹来骗我，我爹是不是死了？我果然是没爹的野种。
什么一种？谁说的？你告诉二姐，哪个说的？看我不去砸了他们家的锅！行了行了，我们住一起，你们快吃，吃完饭早点歇着去，免得浪费灯油。就这样，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完了晚饭。大鸭和二鸭收拾了碗筷，就各自回去了。三鸭舍不得走，托腮靠在炕边，看着躺在炕上的萧燕，嘴里念念有词说道：啊哈哈哈，我有爹了，我有爹了。好了，三鸭，时间不早了，快回屋里休息吧。好嘞，阿娘。你一床被子，我一床被子，这么大的炕，中间再躺2个人也够了。萧燕没说话，陆庆娘却以为她介意，忍不住骂道：真矫情！你寄人篱下，有什么反对的资格？哼！他这是有当着我的面洗澡，老实点，扑腾什么？阿黄，听话，给你洗个干干净净的，上炕睡觉。原来他洗我和洗狗没什么差别，这下放心了吧？嗨，我刚才也没有不放心。呵，你们这些人怎么说一套做一套的？我和谁？陆庆娘没有回答，直接钻进了被子里。睡吧，今儿几个孩子闹脾气，将就，等回头我去和大鸭睡。这样也好。陆庆娘盘算了半天搞钱的事情，还是觉得既想要好好过年，还要给二鸭置办新衣，难度过高。她想做个捡钱的梦，于是黑暗中，她问萧燕：睡了吗？没有。往事历历在脑海中翻滚，命运让她成为天之骄子，又让她跌入深渊。回忆过去的20几年，好像大梦一场。如今她在这粗陋的房子里，成了一个寡妇的挂名相公，有了3个半大的女儿。我记得你是出身富贵人家的吧？金陵侯府。以为想起这个已经不会再疼了，没想到还是那么没出息。我是家中庶子，排行老二，嫡母是当今姓上的第7女嘉禾公主，我娘是公主身边的丫鬟。你爹是侯爷，你嫡母是公主，那你现在这样，他们一定也很惨吧？没有的事，他们都很好啊，他们都好，就你这样，你烧了祖坟还是睡了小娘？我没有做过那些事情，我是为人所害，不想牵连家人，所以已经自警和侯府断绝关系。断绝关系，他们就真不管你了。我这人说话难听，要是你真没做过分的事情，那他们就太过分了。有些事情你不懂，看不起人了。我也在高门大院待过呢，虽然不是你们那侯府，但是估计都一个德行。那为什么又回来了？我这个事说起来就有点长。原本我靠一把子力气养活3个女儿，日子过得也算不错。后来机缘巧合下，我进了州府做些粗活儿，3个女儿也都在州府各处帮忙，4个人都有收入。都来呢。后来就发生了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我觉得女孩在那里还是不安全。州府的那些老爷少爷们没几个干净的，别到时候盯上了我的3个丫头了。你不希望他们在那里高价吗？小燕知道很多人都愿意依靠侯府，不愿意出来。有多大能力吃多大碗饭，我这个娘没本事，回头就算攀钩枝，我们还不得一辈子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。本来这2年加上年节的赏赐也攒了50多两银子，谁曾想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大病一场，把银子都花光了。萧燕没想到陆庆娘自己才刚刚经受重病，又把所剩不多的银子拿出来买了自己，一时之间心里被触动。她半晌之后方才说道：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啊哈哈哈，还得是你们读书人啊，说话就是好听。萧燕，我和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你说。你在我家的时候，也不指望你这身子骨能做什么，闲暇时候教我那几个丫头，一天认5个字行不行？可是在这里，你只读书会被人嘲笑的。可陆庆娘却不这么想。姐，爱笑就笑，我偏不信这个邪。我这辈子稀里糊涂就算了，我的3个丫头都要活得明明白白。我倒是可以教，但是我觉得你身为养母，对他们太过纵容，极恐怕日后他们不会感恩。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，谁家孩子不惯着？我把他们买回来，不是当丫头，是当闺女的。虽然不是我生，但是我当成自己生的，宠着惯着不应该吗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日后我老了，说不定也蛮不讲理，他们也会惯着我的。你看二丫是不是个厉害丫头？知识都不吃亏，但是就这个丫头，我生病时候原本打算不治了，把银子留给他们，二丫就拿头往墙上撞，说我要是不治，她先死给我看。那丫头嘴硬心软，说她多少次这样吃亏，她也不敢。小燕沉默了许久，脑海里却像有钟鼓重重敲击，回响震得她头皮发麻。她好像明白过来一些什么。原来我有嫡母，也有生母，却没有过这样的娘。成功入赘一个男丁得20两银子，入赘2个就得100两，而成功入赘3个，他们家的所有资产都将是你的。而现如今，女人却一大早带着儿子来退婚。啊哈哈哈！
哈，这是啊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嫂子，你进来听我说，别吵吵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家伙儿的面说明白？契娘，当初可是说定了，你不在家，大丫照赘婿。他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唾沫星子已溅到陆继娘褪色的蓝布衫上。围观的邻居们下意识后退半步，而他的身后，一个15、16岁的少年正拉着他的袖子劝诫道：“娘，有话您慢点说。”此人名叫虎头，正是大丫的未婚夫，准确地说是要招的赘婿。慢点说个屁！你个傻小子懂什么？他们家是骗亲，骗亲！我要告到官府，他陆继娘要挨板子，坐大牢的。啊哈哈，嫂子，都是误会，我这儿子也不一定能生出来，是不是？再说，就算生出来，我现在家徒四壁的，也没有什么能分走的。我答应你，将来这处房子留给大丫和虎头。废话少说，今日这婚我退定了。虎头把脸别到一边，耳根都是红的，对着他的娘说道：“娘，我不退，我说了算。”那就退吧。大丫，别胡说，娘和你赵伯母说话呢，小孩子别插嘴。娘，强扭的瓜不甜，何必呢？好聚好散吧。赵伯母，我若是没记错的话，之前我娘是给了你们家20两彩礼的。既然亲事作罢，那您是不是？赵氏一听，气得原地跳了3尺高。我要是去衙门告你们，你们这些骗婚的都得挨板子，吃牢饭。骗婚还好意思退彩礼，那耽误我儿这2年怎么算？赵家嫂子，你这样就不厚道了。你家虎头才15，耽误他什么了？你既不愿意做亲，就把人家银子还回去。就是他分明是看继娘生了病，花了不少钱，又不在周家了，嫌贫爱富才悔婚，还有理了。谁在那里乱嚼舌根？给老娘滚出来！大丫，这婚是真的不行了吗？你别着急，娘和他好好说说，都是误会，银子娘也能再赚。大丫摇摇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娘，算了吧。大丫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俩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娘也就是不高兴，说了几句，也不见得是真的退亲，你就这样？你娘不高兴，随意说几句，就差点把我们娘俩送进衙门挨板子。你娘若是较真起来，难道要诛我们9族吗？没想到这个大丫看着温温柔柔，心里却如此刚烈。我又没说要退亲。你没说，可是你们家的事情在自己家不商量好，要出门在大街上打闹着，让人围观再商量嘛。虎头说不出话来。陆继娘听到这里，明白了大丫的意思，屋里的二丫也听明白了。等她出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把菜刀，义愤填膺地说道：“你们要是想赖我家20两银子，那谁也别活了。你跟着闹什么？快回屋里去。娘，那是20两银子，能买多少新衣裳了？新衣裳会有的，你别闹，像什么样子？三丫，你去把李正请来。好嘞，等等我，马上回来。三丫一溜烟地跑了出去，不到10分钟，李正来了。听说了这件事情的始末之后，帮忙调停，最后的结果是退亲，同时赵家退还1半，也就是10两银子的彩礼。可是赵氏耍无赖，答应了退10两银子，却一个字也不肯出，说是刚娶了2儿媳，外面还欠了一屁股债，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再还。哎，萧大山兄弟有5个，又有4个儿子，是我们惹不起的大户，这笔银子只能回头再讨要了。当下最重要的是大丫，虽然大丫不哭不闹，但是那不意味着她不难过啊。怪他，都怪他，都怪他！我过年才没有新衣裳穿，大姐才会被退亲。今年过年肉也吃不上了，要是不退亲，萧家过年肯定送点野鸡野兔之类的年礼的。这下人没了，银子没了，肉也没了。二丫，不要乱说，你没有新衣裳穿，是因为他，但是退亲的事情，我不怨他。大姐，你还帮他说话？我没有帮谁说话，我是就事论事。虎头今日不敢拉，让他娘来闹，日后遇到其他事情，一样会躲在他娘身后。啊哈哈，事已至此，那就算了。这事是我对不起大丫，我没想到一时头脑发热买宵宴，会影响女儿的亲事。萧燕看着这热闹的一家子，嘴角勾起浅浅的弧度。这一家子也是热闹，卖身的银子，还有退亲损失的20两银子，我日后应该还得起。不过拿到银子之前，就先别跟他们画饼了。这个男人瘫痪在床上已经3年了，在这3年里，家里请了无数个大夫给他看病，然而这些大夫就像提前商量好一般，都说男人没啥事，让他再躺3年就一定会好起来。哦豁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。三丫，快去请胡神医过来。好嘞。不一会的功夫，三丫就领着胡神医来到家门口。三丫，别跑，别跑，慢点，累死我了。胡神医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的道，他身上背着药箱，另一只手则提着一条大鲤鱼，鲤鱼很新鲜，在阳光下鳞片闪闪发亮。陆七娘看到这一幕，笑着说道：啊呵呵
呵，老胡啊，来就来呗！你看你这么客气，还提这东西。呸呸呸！你还欠我2两银子的要钱不说，现在又盯上了我的鱼，这是别人给我的，我还没拎回家就被你家三丫给抓来了。好你个三丫，是不是看上我的鱼了？找你来看病，你看你这么聒噪。去吧，我帮你收拾好，省得回去嫂子还得收拾。胡神医把鱼递给他，提着鱼的手随意往身上一擦，就掀开帘子走进屋里来。破虏将军见笑了，鄙人萧燕。倒是让陆七娘捡到了便宜。来，手腕伸出来。萧燕默默地把手腕伸出来，胡神医伸手搭上他的脉，凝思了片刻。我什么事都没有，好着呢。七娘啊，能生不用愁，你只想着怎么赚钱养相公就行了。庸医绝对是庸医，我被人下毒，浑身都没有力气，在胡神医这里怎么就成了好着？陆七娘正在院子里刮鱼鳞，闻言问道：“你看看用不用开个药方子？”我开方子，你有钱买药吗？先赊账，以后会有的。那可要说好了，有钱要先还我的窝。他慢慢悠悠地走出去，看着陆七娘蹲在的上洗鱼，哼哼着道：“当初我婆娘没了，让你跟了我，你不肯。要是跟了我，是不是天天有鱼肉吃了？”嘿，回头我告诉嫂子，看他晚上他让不让你上炕。你看不起谁呢？你呀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走了。等等，鱼马上就收拾好了。吃腻了，留着给你好相公补补，早点生个儿子。爷，这个胡神医言语之间分明是调戏陆七娘，陆七娘的脾气应该会翻脸吧？但他又猜错了，陆七娘并没有生气，而是高高兴兴地准备炖鱼。萧燕实在不明白，便在午饭的时间问他：“啊哈哈，老胡啊，他就嘴贱，心眼好得很。他现在的娘子还是我帮忙说的呢。胡家嫂子人好，尤其我生病之后，他经常来帮忙。”他不知道胡神医之前对你有好感吗？怎么不知道？难道还用瞒着吗？我们俩又没成，怎么还不来往了？人和人之间又不是只有男女那点事。对了，胡神医说你没事，那肯定没事，他吊儿郎当的，但是医术还是可以的。吃了人家的鱼，他便没再说话。陆七娘则是和3个女儿商量赚钱的事情。要不去冰钓吧？现在年关，鱼可贵了。算了吧，还不够受冻的。您在冻病了，吃药的银子都没有。这倒也是，要我说啊，就去萧家要钱。陆七娘看着大丫的脸色，瞪了他一眼，她便低头小声嘟囔着：“娘，我的那块玉佩不行，那是你娘留给你的唯一念想，你得留着。我娘怎么就不来找我呢？说不定我出身富贵，被人偷了出来的。喂，天还没黑，你给老娘醒醒，别做梦。”二丫撇嘴哼了一声，三丫则是吭哧埋头苦吃。哈哈哈，鱼好好吃啊！娘，您脖子上那个银葫芦呢？拿来换了那个爹。说到这，陆七娘沉思了片刻，好像为了他，这个家里真的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大丫婚事毁了，二丫衣裳没了，三丫没有肉吃，而我没了银子，还被人说闲话。哎，吃饭，赶紧吃饭，吃完饭我出去看看有没有需要零工的。娘，别去了，您身体还没养好。没事，人活着不就是得干活吗？天不塌下来，那就得干。这时，沉默了许久的萧燕突然开口打断他们：“啊，那个有文房四宝吗？我想试试还能不能写字，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抄书是个可以赚钱的营生。”没有，饭都吃不上了，哪里有那金贵玩意儿？哎，那便算了，我再想想其他办法。吃完午饭，陆七娘便出去逛了一下午，看看有没有招临时工的。可她一连3日都没有什么收获，一家人愁云惨淡。然而这还不算什么，屋漏偏逢连夜雨。这天夜里吃过晚饭，一家人又一次商量赚钱落着无果之后，陆七娘表示早点睡吧，省点灯油。结果这时候李正来了。吴叔，什么风把你老吹来了？李正看了一眼在炕上躺着的萧燕，甚是惋惜。生的模样倒是好看，但是现在是个只能躺在炕上让人伺候的病样子。哎，我不是说你日子本来过得就不容易了，还要买个病样子回来，你是嫌日子太好过了吗？啊哈哈哈，还行，紧一紧，总饿不死。您老有什么事情，让人喊我过去就行，还得您亲自跑一趟。你还笑得出来？你不知道吧？你已经被人告了啊！买相公犯法吗？不对啊，我这个相公可是从官差手里买的，官家不能和官家打架吧？